高级生命暗中操控着这一切，而这个高级生命可能是传说中的阿努纳奇人、蚁人或者是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。赵忠祥老师大家都听说过吧？他讲的动物世界的幽邃的声音让人回味无穷。面对着大漠黄沙或者是碧海蓝天，他一般是这样开始的：在距今4.5亿年前，奥陶纪时期，陆地以大片的荒漠为主，衬托着荒凉。那时海洋却是一片繁荣，大量的无脊椎甲壳动物称霸海洋，一切都那样的和谐宁静。自从地球诞生在46亿年前，从不断的发展进化到了41亿年后，终于有了成型的生命。好的，转变回老飘的魅力公鸭嗓，好吧，实在是憋不住了。但一定要注意，不是公鸭，是公鸭嗓。OK， 这个不能整岔劈了。41亿年后的这种生命的诞生，被科学解释成为2个细胞偶然的结合，偶然的突变，然后是偶然的叠加，偶然的进化，就成了偶然的人类。如此多的偶然，相当于是10000亿分之一的几率。但我们教数学的体育老师在教室里早就教过我们，彩票的中奖率是100万分之一，一定不要买，谁买谁是傻子。那么生命的诞生几率是10000亿分之一，我们是否要买这个账呢？如果买了，肖野红老师会怎么样想呢？我的教育系统太失败了，这么劝都劝不进去。OK， 进化论在这里卡住嗓子了。然而，平静与祥和维持了41亿年后，终于 hold 不住了。也许是造物主想升级版本了，只有浮游生物、珊瑚、草履虫等已经不好玩了。于是，一场生物界的灾难悄然的降临，这就是地球历史上的第一次生物大灭绝——奥陶纪滞留纪之大灭绝，约有85%的物种被消失。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集群灭绝，整棵、整木甚至整缸的生物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的消失，或者极其少数残存下来。无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如何，都逃不过这次劫难。对于此次生物大灭绝的原因，学界普遍认为是一颗远在6000光年外的极超新星释放出的伽马射线这个风暴引起的，其过程仅仅持续了10秒钟，听好了，仅仅10秒钟便摧毁了地球1半左右的臭氧层，使得太阳释放出的紫外线透入并袭击了地球，导致地球温度骤降，使得地球在近几百万年中出现了巨大的温差，变得没有任何生机，整个地球死一般的沉寂。就这样，万物经过几千万年的复苏，走进了泥盆纪，也就是大约3.77亿年前。泥盆纪是脊椎动物飞跃发展的时期，鱼类是当时最高级的生物，并且相当的繁盛。理所当然的是，当时海洋的主宰者无忧无虑的生活背后，却是暗藏杀机。忽然有一天，地球开始剧烈的晃动，同时
大量高温气体从西伯利亚地区的海床裂缝中喷出，这导致附近的海水开始沸腾。大自然展现了它的残酷，瞬时间杀死了大量的生物，3000亿立方千米的岩浆喷涌而出，滚落的岩石很快的就摧毁了地球上所有的珊瑚礁和生物。由于大量岩浆的喷发，导致地球环境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，直至200万年左右的冰期结束，岩浆才停止了喷发。但是地球的陆地和海洋生命迹象几乎全部消失。如果有火星人这个时候到达地球，就和现在的毅力号一样，认为这是一个废弃的星球，不适合生物居住。又经过几百万年的恢复，最早复苏的是微生物，微生物当时开始大量的繁衍，它们制造大量的氧气，逐渐的使地球恢复生机，地球上空的有毒气体逐渐的消散，气温逐渐的稳定，并重现了明显的四季变化，地球又重新迈入正轨，继续上演着循环更替的故事。而这次灭绝就是被称作第2次生物大灭绝的泥盆纪灭绝事件。时间不断的流淌着，到了距今约2.5亿年前，再一次爆发了第3次生物大灭绝，叫2叠纪3叠纪灭绝事件。若以消失的物种来计算，当时地球上70%的陆生脊椎动物，以及高达96%的海中生物消失，海洋也基本蒸发。这次灭绝事件也造成昆虫唯一的一次大量灭绝。在灭绝事件之后，陆地和海洋的生态圈花了数百万年才恢复，比其他的大型灭绝事件的恢复时间更加的长久。此次的灭绝事件是生物史上5次大型灭绝事件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，因此又被正式的称为大规模灭绝之母。虽然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，但此次灭绝产生的原因至今尚未有完满的解释。已经提出的原因大致归纳为海洋气候的变化、海水盐度的变化、地球地磁极的倒转、宇宙射线的爆炸、超新星的爆炸、小星体的坠落等等。或许真相人们再不会知道，但是大自然的选择无疑永远都是正确的。此次生物的大灭绝是生物史上的重要转折点，因为它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时代，那就是恐龙时代。第4次的生物大灭绝发生于3叠纪与侏罗纪之间，大约是2亿年前。这次灭绝事件的影响程度遍及陆地与海洋。当时植物繁茂，恐龙虽已经出现，但真正的当时霸主是鳄类。这次的灾难的罪魁祸首是岩浆。灾难发生之后，至少50%的物种从地球上消失，裸子植物几乎全部的灭绝，许多大型的两栖动物遭到了重创，造成了许多空缺的生态位，使恐龙成为了侏罗纪的优势陆地动物，开始繁荣发展，形成了辉煌的恐龙时代。直至6500万年前，第5次生物大灭绝，科学认为是一颗直径大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上了地球，它结束了长达1.6亿年之久的恐龙帝国时代。此次的大灭绝事件发生在白垩纪和古近纪，被称为恐龙大灭绝，灭绝了当时地球上大部分的动物和植物。除了恐龙以外，苍龙科、蛇颈龙目、翼龙目、菊石亚纲以及多种的植物与无脊椎动物也在这次大事件中灭绝。哺乳动物与鸟类则存活下来，并辐射演化，成为了新生代的优势动物。
对此次的大灭绝，陨石撞击说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导致恐龙灭绝的真正的原因。由于陨石的撞击改变了地球上的环境，导致恐龙迅速的灭绝。但是对恐龙化石的研究表明，恐龙是坚持了100万年才彻底的退出历史舞台的。如果是小行星撞击地球所致，则恐龙灭绝它的时间会持续的很短，不可能持续100万年的时间。于是也有其他的说法，包括病毒致死说。但是另一种大胆的说法浮出水面，就是恐龙灭绝出于人为的因素。根据进化论，人类祖先类人猿从树上下来，开始直立行走，解放了双手，从而开始制造工具，最终进化成具有智慧的地球人类。而人类拿着棍棒和石头开始大肆的砍杀恐龙，以致恐龙灭绝。 Oh my god， 嗷嗷狠！这个科学假设是不是有点太愚蠢？太愚蠢！即便当时有传说的巨人想要灭掉1.6亿年存活的恐龙，如果没有高射炮也是难以成行的。于是另一个脑洞产生了，高级生命暗中操控着这一切，而这个高级生命可能是传说中的阿努纳奇人、蚁人或者是神，我们暂且简称其为造物神。这样神创论就出现了，而且有板有眼。想一想，当造物神想有个我的世界或者是黑客帝国这样的游戏，而游戏的品质在不断的升级，就像是开始是一个鱼缸，里面开始养鱼，而后变成了后花园，改造成一个小生态系统，开始放入花鸟鱼虫，而鱼缸就是当时的第一次大灭绝之前的状态，生活在海洋中的鱼类。注意，这个鱼缸不是老飘的独创，霍金在他的《大设计》一书当中讲过，我们都是鱼缸里的金鱼。因为要升级游戏，所以清理后重新开始，于是升级后就到了后花园的状态，类似第2次和第3次大灭绝的前后，有了植物、鱼类、爬行类。当游戏不断的开发，造物神也越来越觉得有趣，于是出现了大量新开发出的生物版本，如称霸的恐龙。恐龙在地球上进化了1亿多年。插一句，有人假设恐龙进化成了小鸡崽子了，还好没有所说的那么夸张，否则那真的叫做太悲催了。回到造物主，考虑到体征、食物链、灵活度以及地球的体量等等因素，于是放弃了在恐龙的原型上开发智能，而是考虑一个新的版本，那就是直立行走的动物。刚开始是猴子、猩猩、猿人，再就是尼安德塔人、丹尼索瓦人、马霸人、智人等等多种分支，而古猿人也只是当时的一个过渡产品，类似于 iPhone 7一样。那么于是在地球上创造或者放养了多种智慧生物，尽管尼安德塔人的大脑普遍比爱因斯坦的都大，但出于某种考量，还是选中了智人，加入了更多的佐料，比如加点辣椒面吗？馋得我汗喇子都流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没有加辣椒面，却加了意识、思想和有深层的想象力。于是人类开始了制造工具，从草编的衣服到丝绸和麻布衣，从物交换到了钱币交换，凭空出现了玉米作为人类的基本粮食。包括各个时期发展大爆炸的先驱者，出现了哲学、宗教、科技，这些或许都有着造物神的点拨，也就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，行也不行，尼安德塔人下去了；说你行你就行，不行也行，于是现代人类上来了。这里要加一句，就是可能造物主不但在我们的4维时空，或许它是多维的，或
无穷的维度，就像是量化的宇宙一样没有尽头。现在多数可以假设的维度是费米子存在的10维、11维和玻色弦的26维。咱们曾经提过，有时间呢咱们单开一局。而宇宙全像影像也是可以讲得通的。咱们讲了时间和量子的全影，下一集我们有可能讲空间的全影解释。当然，容易理解的、肉眼能看到的，还是我们现在能观测到的4维时空，也就是形成了以造物神自身的形象创造的现代人的祖先。于是各国都有远古先人创世纪的传说，以及世界各地出现的金字塔和远古高科技遗迹。比如说，阿努纳奇人创造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，蚁人是霍皮人的祖先，以及中国的盘古创世、女娲补天等等，这些我们都曾经讲过或者涉猎过。说了这么多，人类无疑是幸运的，在漫长和残酷的生物史中，最终进化为或被选中为高等智慧生命。但遗憾的是，人类虽然只有几千年，却伴随着无休止的大自然的破坏，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，由于人类只注重实用价值，对大自然肆虐的加以开发，而忽略了生物多样性、间接和潜在的价值，使地球生命维持系统遭到了人类无情的蚕食。科学家估计，曾经没有人类的干扰，在过去的2亿年中，平均大约是100年有90种脊椎动物灭绝，平均是27年有一个高等植物灭绝。有了人类的干扰，使鸟类、哺乳类动物灭绝的速度提高了1000倍。科学家估计，在20世纪就已经有200万个物种实际灭绝，每年就有多达14万个物种灭绝。以这样的灭绝速度计算，即使以最保守的方法估算，仍是众多次灭绝事件中最快的一次。这是不是地球或正处在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路上呢？通过历次的物种大灭绝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无论生物处于生态系统中的任何的地位，都会深受影响，甚至难逃灾难。而且越是处于上层生态位的动物，对自然环境改变的适应能力往往就越差。所以如果发生生物大灭绝，人类必定受到严重的波及。这也正是双城记所说的，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最坏的时代。看看真正的人类历史，其实就最多8500年左右。8500年前那场世纪大洪水之前，全部都是猜测和假想。相对于46亿年的地球和生活了1.6亿年的恐龙，人类就是在这个生态环境中的婴儿，而这个婴儿给地球的损坏超出了地球史上任何的时代。这其实是一个奇迹，细思极恐。如今的世界，病毒和变种到处肆虐，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训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这是否是造物主的一个态度呢？看视频的您对造物主的这个态度又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呢？不管您怎样的态度，订阅和点击永远是人类真正进步的阶梯，不然会错过一个鱼缸里的侏罗纪，一个好的态度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。独在异乡为一课，每逢孤独看飘哥，还等啥呢？快去订阅吧，下期再会。